哎，大家伙早喽！11月3号星期五，这周最后一个工作日了。今天是我第3个训练日，轻松好。现在在新斋桥这边，给大家看看天刚蒙蒙亮的这一片。现在大街上溜达的，基本上就是要不然就是游客，要不然就是刚玩了一宿的本地人。现在就出来通勤上班的很少，还有就是我这种锻炼的，这边在修路，为了2025那个世博会，每天晚上施工，白天就停了。所以造成这条路人行路很窄，大家来旅游白天来玩，这儿就是人山人海。先跟大家做个直播的预告，这个礼拜天北京时间下午1点半左右，但是这样，那天测试其实就是简单开了一下，开了几分钟没有问题。不知道会不会播一段时间，一看 IP 所在地它可能会停掉，反正到时候有任何意外我就发动态，好吗？今天聊点什么呢？我觉得咱们这个每天的节目，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各种状态，通过这个呢也聊聊和马拉松和训练和生活有关的一些话题。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最近的训练、身体、饮食的状态。主题是聊聊训练中，尤其是耐力项目训练中的心态问题。因为耐力项目的训练，不管是马拉松、超马、自行车还是铁人，都是挺煎熬的。看，这就是新斋桥区。行，那咱一会儿再聊啊，加油干！今天拍街景。为什么想说这个事儿呢？那天我提了一句，跑马拉松的那位叫达子，对吧？原来的那几年，老看他的好成绩，然后状态保持的也好。我印象中有一次我在东二环晨跑，还看见他的背影，他在跑变速。他慢下来的时候，我在他后边，然后他快起来了，根本就追不上，好像是2小时30左右的水平吧，我记得不清楚啊，说的不对，大家抱歉。今年的北马跑了3:00，不是发生了意外，就是在他计划之中，说今年一整年状态不好。他那个短视频虽然很短，但是透露出了整个的心路历程，其实和我的心路历程很像，各种想法，谁都是希望自己不就是做得特别好，一成不变，但是有时候是不可能的。我其实今年的训练做得不好，因为今年好多的事情和变化，就是从去年这时候到现在。其实去年北京为什么最后几公里没有使劲拼，也是觉得好像状态不好，因为那时候刚搬完家，然后又有好多的不确定性。我记得那天早晨很多小伙伴都是临参赛的时候
失去了参赛的机会，对吧？我就为了各种的保险提前住到城里折腾。然后在那之后呢，信心坦白说稍微有些受挫，因为又面临生活的一个大变化。一个是之前从东三环搬到郊区，会有很大的不适应，无论是吃饭还是出行。而我呢，又居家办公，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尤其是买东西和生活这两件事儿，影响比较大。我那时候有点低落，所以那段的视频总是想办法再给自己打气。之后就是面临来日本这边的事儿，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和问题，经历了好多事情，因为这边好多工作上事儿等不了。但是呢，后来大家知道的，去年底那一段时间的情况，导致就这事儿其实挺变态的。为什么呢？跟大家叨叨，就是我来这边这种签证，你是要跟在北京的日本使馆去申请的，结果使馆一休息了1个多月。但是呢，好些事儿都是赶时间的，就是以前就是时间表已经安排好的，他由不得我。然后那时候就每天刷首页，使馆的首页，然后特别的极限，然后还要努力训练，因为紧接着是东京马拉松。其实说实话，那时候都打算不行就放弃了东京，觉得赶不上了。因为如果这也赶不上，我是没办法办旅游签证的，就是你不能一个人有2种，对吧？但是呢，又觉得一定要去，要训练，再加上那时候还没有跑波士顿，我整个的人的压力就特别大。就有时候为什么劝大家往好的想呢？有时候你压力大的时候，你可能这个压力事情过了，是解决了，压力跟焦虑没有了以后，你也会有一个落差，心理上，这就导致像今年的后半年，我的训练也不是像去年那么刻苦。我实话实说，没有去年那么刻苦，我应该再努力一些。但是好处呢是，巧合的认识了很多这边的跑步的小伙伴，我又找到了一些很大的信心，因为基本上他们都比我年长，都比我努力。然后这边各种工作和事情肯定是没有在北京那么的轻车熟路和那么的顺利的。同样一件事儿，可能在北京要比在北京牵扯150%的精力，这大家应该能想象，对吧？又紧接着到年底，事情也多起来。我觉得最后这2场半马，其实那天那个5公里的测试，在长居半马前1周，那个测试完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累。那天有个小伙伴说，首马不想不跑，身体有点不舒服就去跑回来，心口疼了2天。这个我也有过，其实不是心口疼，就是那天那个5公里到最后呼吸实在是跟不上了，就怎么吸觉得气都不够，你会特使劲的吸，就像我们小时候说他把肺吸炸了似的，就是肋骨呼吸相关那个肌肉有些极限，导致我之后好长一段时间肋骨缝那个肌肉在刚开始跑步的时候会疼，
和隐约疼，直到东京参赛之后还在疼，最近才没事了，才缓过来。然后又拼了2场半马，再加上前2天刚生病的时候看到了刚才说的那位跑者的短视频，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就说这一年训练状态不好，索性就放。他也有很多顾虑，其实说白了，咱们活着，人活说通俗点就是人活一张脸，对吧？总说活给自己，但是很少有人真的能那么放得开，那么放得开的人吧，咱们实话实说，要么是有大才，要么其实如果一生都那么活呢，可能也没有太关注他的人了，是不是？不管是对家人的、朋友的、认识的人的，还有对观众们的，因为他也做自媒体，那都是面对各种的希望和关注，总会有压力。前2天我还给自己定个小目标，我说明年是不是把北马跑一跑，不管是不是240，把9星拿下。我还没有在北京马拉松跑过2小时45以内的成绩，去年差4秒，去年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去年太开心了跑的，到最后想反正 PB 不了了，因为差了1分钟，我说算了，呵呵呵。但是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是现在想跑北马就得抽签儿，不过也好，就是没有占掉那1个名额，否则大家抽签儿的几率就更低了。但是今天早上起来我就想，不要定这种目标，就随缘的活下去。说白了就是做好每一天比赛。为什么随着这几年的训练，我有点觉得对待比赛没有那么大的热情了？就是因为其实原来比赛对我来说是检验自己，是个大事儿。前几天、前10天甚至半个月，我就严格的准备。但是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好像我对每天的训练的热情更高。我觉得这才是跑步的生活，比赛不一定是。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的现在的心情，就是我觉得每天全力以赴的去训练，每天调整都是最好的状态，而不是总是等待未来的某一个时间，这样就水到渠成了。这样的过程现在就什么时候其实都是你一个阶段不可能持续一辈子，它都是这个阶段有一些收获，积累到一定的量以后，引发了一个质变，改变了你的想法。也许到未来的某一天，这个阶段过去了，我可能就又有那种像3年前去努力准备参赛的那种状态。我觉得差不多了，因为这个状态已经其实不瞒大家说，已经持续了差不多有2年了。为什么劝大家训练的时候多跑一些呢？多跑才能激发出这个感觉，因为你只有多跑，你才会觉得自己特了不起。只有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真心实意的那种，你才能更有动力，更有力量。这都是我的不成熟的小想法。面对比赛也一样，这周末又是比赛日，对吧？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小伙伴都是刚开始跑马拉松，现在还是特别把比赛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这个时候是很幸福的，这就是各种事情的新手期，或者说各种事情进入稳定期之前的每一个时期，都是怎么说呢？
都是很难得、很幸福的。好好体会，好好体验。最近也有小伙伴说，也希望把自己的训练记录下来。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因为时间过去就过去了。就像昨天有位小伙伴问我，那拍摄的东西是剪辑完就删吗，还是怎么样？我说存储空间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但是记忆是难得的呀。并不是说您不记下来就丢了，只是说可能会有更不一样的体验吧，对我来说。所以感谢大家。其实要是没有你们，我可能也不会一直坚持这么记录。希望我们能一直良性循环的走下去。我也不求什么，有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在这个频道上经济上的收益是会有的，但是其实挺少的。这就是满足我的虚荣心。更多的是我看到大家说今天创造了什么好成绩，或者是那天有2条、3条评论说，按照碳水超补的办法，我的建议，马拉松过程体验很好。这个是我最开心的，因为我特别担心误导别人。这也是一个困惑吧，我也得纠偏。就是自媒体做着做着就会变成了就是一开始是我要想说什么，慢慢就会变成了我要想不能说什么。现在是会有这个问题，慢慢来呗，我们都一起摸索，我也是在摸索，是不是？行，那咱一会儿训练结束后再见了，加油干，加油干！11月3号星期五清晨7点09，训练结束，第3个训练日，18公里，跑了1小时31，平均配速5分04，心率142，功率202，步频194，步幅102，垂直振幅6.4。平均的触地时间今天是193，说明今天第3个训练日，肌肉已经开始有一些疲劳，肌肉和神经系统都是连着的。就触地时间这个事儿，其实怎么说呢？像步频、步幅、触地时间、垂直振幅这些，它是互相影响的。你想步幅大，步频就不可能太快；就是你想步频快，步幅就不可能太大。同样的，步幅变大了，步频变小了，触地时间呢？你要是精英运动员，肯定是它还是很短的。但是对普通人来说呢，如果你一切能力都没有变，肌肉能力、运动能力都没有变的情况下，那显然触地时间就会变长一点点，对吧？垂直振幅呢也会稍微高一点点。所以跑步的数据要互相协同着看，要跟自己跟自己比。当然，现在人工智能这2年火爆的发展，也许未来有一天就会有更合适的模型或者更合适的东西去帮你评估这些，而不是专注那么一个点去看。在今天的训练中，我有意的在降低步频，因为我发现其实我跟去年的现在比有长足的进步。去年的现在基本上我要比现在快10，那时候跑的觉得越跑压力越大。这1年其实我的努力看到了一些效果，是吧？行，刚才最后跑到大本城那儿碰到了后藤先生，才知道今天是世川先生的生日，还给他拍了个小视频，祝他生日快乐。都在工作还在训练，尤其是还能保持训练状态的小伙伴真的是不容易的。好吧，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还是咱们这个频道，我的这一系列视频，为了大家也为了我自己，我们记录马拉松生涯的每一步，然后和大家一起分享。大家也在评论区和我一起分享，这样就特别好。周日下午1点半咱们争取能见，好吗？我觉得问题不大。那行，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我们一起迎接冬训，加油干，加油干！